无论是收藏家，亦或是瓷器爱好者，很多人呢是从康熙瓷器开始的。康熙瓷器有品质、有数量，国际认知度极高，因此被很多藏家所钟爱，也是很多收藏爱好者的敲门砖。但是真正具有较好工艺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的康熙瓷器，并不是很容易得到。它不但和机遇相关，也和认知水平相关。相对于清代其他时期，康熙朝瓷器烧造的文献记载相对贫乏，致使宫廷烧造的实际状况相对比较模糊，存在不少有争议的问题。因此我希望通过几期节目讲一讲康熙瓷器，抛砖引玉，和大家共同探讨。今天首先讲一讲康熙瓷器当中的狼窑。在讲狼窑之前，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先把整个康熙朝的瓷器烧造情况呢简单概述一下，勾画出一个大概的框架。康熙时期第一次建筑记载的官窑烧造的时间呢，可能是在康熙10年。关于这次烧造，鉴于记载的有康熙22年的饶州府志，康熙时期的学者藏书家吴允嘉的《浮梁陶正志》，雍正10年1732年的《江西通志》，以及乾隆48年1783年的《浮梁县志》，还有嘉庆20年1815年景德镇陶录。这些记载未必完全一致，但是都反映出了一个康熙10年宫廷有过一次烧造瓷器活动的事实。比如说在雍正10年江西通志当中这样记载：康熙10年烧造祭器等项，具孤直削壁，正向前梁，并未派征，陶成分线界经。和这个时期相关的器物，有一类比较有争议的，以青花釉里红为主的带有中和堂款的器物，分别为康熙10年的康熙辛亥中和堂志、康熙11年的康熙壬子中和堂志，以及康熙12年的康熙癸丑中和堂志。这类器物收藏最多的是在上海博物馆，其次是在北京故宫。耿宝昌先生首先在其《明清瓷器鉴定》一书当中呢，声明中和堂为康熙曾经在圆明园的居所，并且做结论说中和堂款器物可能是康熙官窑烧造。但这一说法后来在学术界引起争议，至今尘埃未定。到今天呢，先不展开讨论，等一会有机会呢再做全面的论述。第二次建筑记载的官窑烧造呢，是在康熙的19年，三藩之乱平息之后，生活完全恢复，朝廷开始恢复官窑瓷器的烧造，宫廷画师负责设计，并派遣官员专项负责。特别是在康熙的20年2月，派遣了工部御衡司郎中臧应选等官员赴景德镇驻节督造。因此呢，从康熙的19年到27年，另一说是到康熙25年，宫廷画师刘元奉命设计蓝本为样，督陶官臧应选等驻节督造下的瓷器烧造活动，就是著名的脏窑时期。在整个康熙朝，脏窑的烧造史实最清晰，是毫无疑问的官窑瓷器烧造活动。今天我们在不同场合能够看到的康熙单色釉文房器物，大多数都是脏窑的作品。第三次就是我们要讲的狼窑，它是在康熙的44年到康熙的51年，其中最重要的烧造活动呢，就是在康熙60大寿之时烧了一批祝寿瓷。狼窑之后可能带有官窑性质的烧造，还有就是大概开始于康熙59年一直到雍正5年被查封的安窑。安窑器物实际上在
艺术品市场经常出现，博物馆里也多有收藏。但对于安窑的认知以及如何把安窑器物进一步从康熙以及雍正早期的其他器物当中区分开来，是近些年学术界的新成果。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专章论述。现在开始讲狼窑。顺便说一下，为了避免视频过于冗长，影响大家休息，对于像狼窑这样比较重要又比较复杂的窑口，因为太短了说不清楚，所以为了兼顾呢，我一般呢会分几期来讲。我首先要从御制纯仪堂器物讲起。大英博物馆大卫德基金会特别展厅陈列着一件康熙季兰釉卡金口的公碗，碗的高度为 9.2 公分，口径为 21.2， 碗的外壁季兰釉，底部和碗内壁白釉。这只碗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碗外底部写有罕见的青花双款，碗底正中青花双圈内为大清康熙年制款，左旁竖写单行青花御赐纯仪堂珍藏款。从书写的运笔和风格来看，两个款制非常一致，无疑为同一人所写。此类书款方式的器物非常特殊，存世也比较罕见，但并非孤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康熙季兰釉的旋纹盒碗，它的口径17公分，底径 9.2 公分，高 6.9。 盒碗缺盖，外壁是季兰釉，腹下部有2道凸起的旋纹，碗里及圈足内是白釉。此类碗是仿制宣德的盒碗，因此呢，其写款的位置如同宣德的盒碗，它不是在碗的外底，而是在碗的内心。写款的内容和格式呢完全同上。类似的器物在故宫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馆等地也有收藏，品种它有青花、青花釉里红、彩瓷和颜色釉等。它们的写款方式风格大多如出一辙，无疑也是同一时期甚至同一人所写。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此类双款康熙器物并未受人关注。比如说，在中国建国后，对狼窑研究涉足最早的应该是童书业先生。他在写于1947年到1948年的2篇论文《狼窑考》《狼窑再考》，以及1957年纳入其主要观点的《清初官窑史上的几个问题研究》一文。童书业先生回答了有关狼窑的很多主要问题，包括狼窑的所属、狼窑的式样、狼窑的性质等等，但并未提到御赐纯仪堂相关的器物。一直到上海博物馆的陆明华先生分别于1996年在上海博物馆集刊上发表了狼窑及其作品研究、新资料的发现与启示，以及到2012年发表了狼窑相关问题再考2篇论文，发现了带有御赐纯仪堂珍藏款制的器物原来是打开狼窑的一把钥匙。陆明华先生所讲的新材料是他根据顺治年间的进士陈卓在其所著的《香馆在御赏编》中注录的一幅元人妻子渡关图上的郎廷吉题跋。这件作品目前收藏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在此作品的托尾呢，有郎廷吉的题跋：康熙已有春日，广宁郎廷吉题，紧跟白文郎廷吉印以及红文子恒2枚前印。子恒就是郎廷吉的字，银手部位的前印呢，正是御赐纯仪堂树椭圆白文印。随后，香港中文大学的林业强先生于2003年发表论文《郎廷吉康熙晚期的江西巡抚及有关之御窑厂产品》，并于2005年发表另一篇论文《汉军3人及单色釉瓷器》。
考证出纯玉堂系康熙42年1703年康熙皇帝第4次南巡之际御赐给郎廷吉的堂号。此事在江西通志中有如下记载：46年4月，御书赐巡抚郎廷吉不择西江匾额及对联正夫匡秀春风满，会洽泼湖数语多。廷吉并将42年为这番时御赐纯玉堂及清圣2字皆勾摹悬注听事。林业强先生并且认为御赐纯玉堂款的使用不会早于康熙42年3月。陆明华先生基于新材料上的发现以及后来林业强先生的补充，充分认定了带有御赐纯玉堂款制的器物，它的始作俑者应该就是在康熙的45年到康熙的51年任职于江西巡抚的郎廷吉。这个不但呼应了早期前辈童书业对于郎窑瓷器的某些结论，也进一步澄清了历史上有关郎窑归属的争论。关于郎窑，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郎窑这个概念是后世逐渐形成的，而且是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混沌时期逐渐变得清晰。因此距离郎窑时代越近的人反倒越不清楚郎窑的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一件红釉穿戴直口瓶，如果要问今天的行家学者或者普通收藏的爱好者，大概都会从其釉色以及脱口垂足郎不溜的特征上一眼认出是郎窑作品。但如果上溯250年，那个时候的人恐怕并不了解何为郎窑。这个不是我瞎猜，此瓶底部白釉上刻写的乾隆御制诗露了底。诗的名字是咏宣窑寄红瓶，他这样写：运入雨后寄霞红，出火还加微制工，世上朱砂非所逆，西方宝石至难同。插花应是花羞素，笔尽翻吃画是空。数点宣窑思最古，谁知黄釉得油虫。乾隆呢是康熙的宠孙，应该对于他爷爷的器物呢了若指掌，但是他竟然不使得康熙时期的郎窑误认作为宣德时期的宣窑，因此判断呢，在乾隆时期郎窑应该还是默默无闻的。查阅历史文献，关于郎窑的归属曾经出现过不同的说法。一说郎窑是顺治11年的江西巡抚郎廷佐所为，此一说法甚至见于比较权威的《清史稿》《唐英传》当中。他这样记载：顺治中巡抚郎廷佐所督造，精美有名，世称郎窑。这个还可见于康熙44年的御史官阮奎生，他在其所著的《茶余刻画》中说，郎窑瓷器超越前代，规模款制多出刑部主事刘半阮监制，半阮名媛，亦一人也。又有郎窑，子元忠诚开府江西时所造，仿古酷销，万不能辨。今之所谓承宣者，皆郎窑也。子元曾经被认为是郎廷佐的字，如江西通志换记录中有此一说：郎廷佐字一柱，又字子元。还有一种关于郎窑所属的说法比较不靠谱，那就是郎窑为康熙时期来到中国的传教士郎世宁所造。但以上两种说法都被后世学者呢推翻，只剩下最后一种被童书业先生确立的结论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青睐。即郎窑瓷器为康熙时期的江西巡抚郎廷吉于康熙的45年到康熙的51年8年之间，在江西创立的一个窑口。这期节目呢，我先讲到这里。下期呢，我将从和郎窑相关的文献开始，进一步阐述郎窑。谢谢大家关注，请加订阅，选择小铃铛。